对民进党诸多的贪污弊案事件，你有没有什么意见吗？我可不可以请教哪一个具体的事件让你有这样的想法？自从民进党上任以来，其实一直都有很多的贪污的案例，我相信大家在新闻上面都有看到。你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个？你们有谁印象很深刻是哪一个？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公子视频的节目，我是公子沈。刚才那段影片在台湾很火，很多人在传说这个女生出糗了，她问了问题，结果她自己没办法把这个问题具体化。实际上这反映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，就是很多人他有一个模糊的概念，但是当你去细问他这个模糊概念如何去解读，你能不能把它更细化，结果他们做不到。换句话说，就是这反映出一些人他的观点先于他所知道的事实。我记得很多年前我看过一个影片，是很多的新加坡的大学生去质疑当时的总理李光耀，他们有一个对谈。然后这个记者不是记者，就是这个大学生就问这个李光耀一些问题，然后李光耀就反问他，就说你把这个问题能不能再具体化一点，因为你说的很多都是一些概念但到底具体指的是哪个，要不然没法回答，你的问题实在太泛了。然后去反问他之后呢，他根本就没有办法把自己的问题具体化。这个现象也发生在了台湾学生身上。当然这不只是大学生的问题，就是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问题，哪怕是我们平时看到一个什么事情，因为先入为主了，你没有去仔细的研究，然后你就相信了这种结论和说法，结果呢你就可能会出现这种问题。你知道一个概念，知道一个答案，但是你却不知道它的论证过程是怎么回事，那请问你怎么就知道这个答案一定是正确的呢？如果你连这个论证过程你都不知道的话，连事实你都不清楚的话，所以说呢，我在这里边没有讲说民进党就没有贪腐，或者说没有被别人质疑，被别人质疑也是很正常的，毕竟台湾是民主国家，有很多的反对党，有很多的媒体的监督，政府也分不同的级别，有地方政府，有中央政府等等等等。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，被质疑出现一些毛病丑闻，那都是很正常的事情。没有哪个国家没有政府的丑闻，或者政府官员都是圣人，不可能，对吧？那么加拿大也同样的，今天的自由党政府执政的特鲁多，他身上难道没有丑闻吗？一件接一件，一件接一件，对不对？但是质疑监督问责，这都是不可缺少的。但是不代表你这个党有人有问题，出现了贪腐问题，或者是任何的问题暗箱操作等等等等，不代表这个整个党就要被一棒子打死。现在台湾现在很容易走这种极端，就喜欢一棒子打死。但不管怎么样呢，我就说现在看到有这样的学生有这种表态，我觉得很有感慨，就是可能我们还需要多做点功课，你是如何去进行思辨的，什么事情出现了，你如何的去进行调查 research， 然后你去看各方的意见，了解当时的法律法规是什么，把这事情闹明白之后，你才能得到一个最终的结论，这个人有没有贪污，这个人是不是该下台。否则的话，你什么都不清楚，很多事情都不知道，他自己的一些解释你也没有去看到，然后你就说这个人有问题，甚至还不是说这个人有问题，是整个的党都有问题都应该下架他。那我觉得这样做就有点过于立场先行了。这也是为什么我没有介入到台湾的本地政治的原因，就是因为要做大量的研究，要从各种各样的不同角度去看一个问题，然后这涉及到了各方的利益之间的纠缠，对吧？然后婆说婆有理，公说公有理，总之这种事情很多是没有结论的，我没有那么多精力去研究这些细节的问题。但是当你如果非常重视这个事情，你觉得这件事情可以决定你的选票投给谁，那你应该去好好的把这个事情研究清楚，而不是只听到别人带一个风向带个节奏你就跟着走了。那么另外我还看到在台湾有一个短片，就是新闻上的，我觉得也很有感慨，大家可以一起来听一听，是前台北市长柯文哲的。这你已经躲3天了，两岸一家亲是你自己讲的，你到底是台湾还是中国人？我们活动开始了。怎么那个女的没来换你？市长，你是要回答我？等一下，上你说你要回答我，你的两岸论述是什么？你等一下，我等一下回答你问题。你刚才那一题是这样的，
所以台湾人或是中国人这样身份认同是台湾人、中国人的问题是这样的。这一题难在哪里呢？中国人本身他这个名词说，你是文化上的中国、经济上的中国，还是政治上的中国？所以中国人这3个字它有不同的定义。所以这是这样的台湾人跟中国人的问题同样，台湾人带有不同的意义这样。所以在做 mix 英文叫配对的时候，这个有问题。所以像这是这样的，如果我们在台湾在这个所谓华人文化圈里面，这样在中华文化圈里面，我们不会认为说我们不会否认这个事实。经济上的中国大家可以谈嘛，对不对？可是，在政治上的中国，在现阶段就不可能嘛。所以中国人这3个字，你要看你是用在讲文化的、讲经济的、讲中国，它有不同的解读，所以它的配对意义都不一样。OK， 我们看他这段影片当中，柯文哲在回避一个话题，就是你到底是台湾人还是中国人，还是你又是台湾人又是中国人？这个答案到现在为止，柯文哲没有给出来。他当时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，他说他不会回避，但最终他还是回避了。这里边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我相信他肯定愿意承认自己是台湾人，这毫无疑问的。但是他是不是中国人，很明显他不愿意去否认，他不愿意说我不是中国人。他把中国分成了3个定义：政治上的、经济上的、文化上的。这就是一种文字游戏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当别人问你是台湾人还是中国人的时候，这当然指的就是政治上的，你的这个民族认同、政治认同，这跟文化跟经济没有任何关系。经济上这是比较扯淡的，没有这回事啊。那2个国家做生意，经贸往来非常密切，它也不一定非得是一个国家。OK， 这个没有关系。这跟文化上其实也没有什么关系，因为文化上的话，他不是中国人，他叫华人。比如说新加坡的华人、马来西亚的华人，他们可能也说华语，也写华文，但是问题是他们会说自己不是新加坡人，是中国人吗？同样的，日本人他们到今天为止还写汉字呢，对吧？他们也深受这个中华文化的影响。请问他们会说我政治上是日本人，但是我文化上是中国人？有日本人会这么说吗？不会。确实日本很多文化是从唐宋中国引入的，那又怎么样呢？到了日本之后就变成了日本文化。我可以海纳百川，我可以吸收不同的国家的文化。同样的，今天的中国人看着 NBA 的篮球，欣赏的好莱坞的电影，身穿着西服，用着苹果电脑，对吧？深受美国文化影响。那请问他们会说我政治上是中国人，但是我文化上我是美国人？不会。为什么？因为这跟国家没有任何关系。问你是哪国人，指的就是政治上的认同，民族上的认同，就这么简单，不可能涉及到文化上，更不可能涉及到经济上。所以别人问柯文哲你是台湾人还是中国人，当然是在问你在政治上认同你是台湾人还是中国人，这跟文化跟经济一点不沾边儿。当然我很明白他为什么回避，因为我们知道柯文哲属于另类的势力，蓝营跟绿营以外的另外一个势力，所以他需要拉拢蓝营的选票跟绿营的选票。他的最大的问题我觉得是有2个，一个就是他过于依赖个人魅力，就是很多人我们投这个党，支持这个党的理念，而且甚至还有很多传承的比如说家里边曾经被国民党屠杀过，那当然不可能投国民党，对吧？我家里被共产党屠杀过，不可能支持共产党。如果是真的是支持共产党的话，那就是背叛，那就真是数典忘祖了。但是柯文哲没有这样的传承，没人传承，因为他是个新的党派。另外就是别人投柯文哲更多的是投他个人，觉得他个人有魅力，觉得他个人很务实，觉得他个人有能力啊，不管什么原因投的是他，而不是他背后这个党。这是他的一个很大的问题，这个党未来没有他的时候能不能继续走下去。那第二就是他的很多的选票是需要从这个蓝营跟绿营拉过来的，可能更多的是蓝营的票。那这种情况下他就绝对不能够得罪蓝营的人，所以说在被问到一些比较敏感的问题的时候，他一定会回避的。像之前他说两岸一家亲，而且坚持举办台北跟上海的双城论坛，这都可以说明他是在讨好蓝营。但是同时他又得讨好绿营的人，所以他要访美，要接受美国媒体的采访，他要批评习近平。而这拉拢的这些不管是蓝营的绿营的人呢，都属于中间选民，或者说摇摆选民，就是他不是那种坚定的蓝营或者坚定的绿营。因为如果是坚定的蓝营或者坚定的绿营，会觉得这个柯文哲左右逢源，说话模棱两可，不可靠。所以为什么要选他？就算我对本党非常的不满意，但是可能最终还会含泪支持自己的党派。
自己支持过的党派。所以说，坚定的蓝营和坚定的绿营，他们最后还是会投蓝绿，不会投柯文哲。所以柯文哲只能选择那些摇摆不定的那些人，就是没有特别坚定的信念，没有坚定的意识形态。基本上就是说，如果这柯文哲能够承诺解决什么事儿，我就投你啊，基本是这样的人。同时，他们也没有什么传承。这些人呢，可能是属于在大城市里边的中产阶级，但因为选区的划分的问题，这些人聚集在某些大城市，那么就导致了，即使支持柯文哲的人非常多，但是最终也不能够把他捧上总统的宝座，甚至没有办法让他的人当选县市长，国会议员的席位也会受限。所以说，柯文哲要想办法解决目前遇到的这些问题。但是像我们因为过去是反共，所以说对国民党，因为国民党过去也是坚定的反共，是共产党最大的敌人，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，所以很多的民国粉因为反对共产党就爱上了国民党。但是呢，今天的国民党已经让我们实在是太失望了，他的这种历史包袱如果不去除的话，抗中保台的生态位又被民进党牢牢占据，所以对国民党来说也非常的不利。还好他们现在瘦死骆驼比马大，还是有一定的民意基础啊。上次的9合1选举就可以看得出来。所以说，我觉得台湾的政坛未来会越来越热闹。除了这3个党派以外，还有那些小党派也都开始逐渐的在被人熟知。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现在台湾仍然不是一个正常的自由民主国家，它仍然是受到一个巨大的生存威胁，就是共产党的几千枚飞弹和他不放弃武力统一台湾的承诺。所以台湾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，在抗中亲美的问题上，一定要有共识，并且能够团结一致。不管你内部如何的吵翻天，对不同的政策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见解都没有关系。但是我觉得在大是大非，在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这个问题上，不应该有任何的迟疑。你不要说什么以色列、日本这些国家，那哪怕是像美国这样的自由民主之集大成者，他们在面对国家安全、国家利益上边，两党基本上都是取得共识的。他们唯一的想法就是用的手段可能不一样，或者说有人觉得 A 手段更重要，有人说的 B 手段更重要，但是共同对抗中国的这个意志和决心是双方有共识的。但是台湾最大的问题在于，即使是不同的党派，在这个问题上居然都还有分歧，这就给了中共可乘之机，它也必然会渗透到这次的台湾大选当中。我都不知道很多的底下留言到底是台湾人留言的，还是中共的五毛粉红假扮的。毕竟在中国有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这种五毛水军，他们在网上不停的发帖、跟帖、评论、留言。别说中文的了，你去看英文的媒体报道底下的那些评论留言，如果是一水的全都在批评作者，在支持中国，那你就知道五毛又接到任务了啊！所以说我看到有些网友一会儿支持民众党，一会儿支持国民党，真的不知道他们是真的支持还是假的支持啊，还是共产党的假扮的。毕竟共产党的首要任务就是把民进党拉下马，因为民进党是共产党最痛恨，也是统一台湾、渗透台湾的最大阻碍。所以说明年1月份我去台湾，很有必要去跟台湾的民众聊一聊，比如说跟国民党的民众聊一聊啊，为什么那么痛恨民进党？我会跟民众党的朋友们聊一聊，为什么这么支持柯文哲，他在台北做了哪些贡献，对吧？然后再问问民进党的朋友们啊，为什么啊？不用问为什么痛恨国民党了，大家都知道为什么反对柯文哲。我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了解台湾人的所思所想。如果只是在网上看到这些留言，真的我不能相信，因为中共的舆论战、认知战早就已经开打了，他们有各种各样的招数，包括各种造谣、造势，让你根本分不清这是不是台湾的民意。那这就是我最近看到的一些信息啊，给大家讲一讲我的感想。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的厚爱，对这个节目的支持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